大家好，我是55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上一次和朋友联机打魔兽 RPG 地图是在什么时候？刚好最近的编年史也都是在聊魔兽争霸3的剧情故事，所以本期呢就来说说魔兽的 RPG 地图。沃3的经典程度真的用不着多吹，它是少有的在发售后的20年依旧具有相当活力的游戏之一。其实如果不是我最近心血来潮又跑去玩魔兽 RPG 了，我还真没想到沃3的游戏社区竟然还有这么多活跃玩家。要想知道沃3的惊人寿命源自何处，那就得把时间回溯到2002年，也就是魔兽争霸3混乱机制发售的那年。2002年7月，暴雪继星际争霸后又推出了一款 RTS 巅峰之作《魔兽争霸3混乱机制》。这款游戏呢，可以说是顺应时代而生，把 RTS 品类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在不少玩家看来，游戏中英雄单位的新概念、史诗般的剧情、复杂且微妙的兵种平衡，都是沃3能够成功的原因。而次年7月的资料片《冰封王座》的发行，新增加了兵种和英雄、全新的剧情战役以及大量的游戏平衡性调整，让游戏在成功的基础上又迈上了一个台阶。其实以上提到的这些，也只是让沃3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名作，而真正让这款游戏拥有顽强生命力，使它能一路走到现在，并诞生许多诸多经典玩法的，还得说是冰封王座中那个功能的全面强化——地图编辑器 Warcraft 3 World Editor。说实话，很多 RTS 游戏都有着自己的地图编辑器，但这些游戏的编辑器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。相比之下 ，WE 的编辑功能就显得非常强大和自由了。地图作者可以在地形、单位、音效、脚本触发这4大主编辑器下自由发挥创意。而且 WE 还允许玩家导入自制的模型，进一步提升了自由度。普通玩家只要稍加学习如何使用 WE， 就能轻松创作出自己想要的地图。游戏中的素材就如同积木一样，可以随意搭建。比如我以前呢就做过这么一个无聊的图：己方出生点金矿、树林资源拉满，而敌方出生点则什么资源都没有。这张图的创作之初呢，就是为了自己能够方便吊打电脑，属于是小时候的恶趣味了。由此可见 ，WE 的入门门槛很低，但它的设计上限却非常高。由于 WE 允许玩家加入自己的单位模型，自由编辑技能特效、音效和脚本触发机制，这使得一些地图作者可以通过 WE 在沃3的框架内搭建出一个全新的游戏。就比如沃3版的反恐精英地图等，这些个奇形怪状的地图吸引了很多像我这样不玩传统对战的玩家，甚至是那些一开始压根对沃3就没什么兴趣的玩家，也都被这些趣味十足的地图拉进了沃3的坑。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不玩对战？哎，说到这里就真的是勾起了我的痛苦回忆。想当初我也是个立志成为 RTS 高手的猛男，还记得上学那会儿，经常看电脑商情报上的沃3职业玩家战报，看的那家一个热血沸腾。自己呢也是拼命的与电脑对练，练了一阵子后，自信满满的和同学去网吧对战。结果那次比赛呢，我真的是一辈子都记得。我那同学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学到的阴招，竟然空运了几个投石车卡在树林里，不停的消耗我，而我方兵种又够不到他的投石车。就在我准备造远程兵反击的时候，同学又派了2支部队过来，就直接GG了。被这种方式打败，我当然是不服的。于是呢，又加赛一局，并且说好不能再使用空运这种阴招。结果这把他又直接派了一群农民来我基地面前造防御塔，妈个鸡，又搞套路，是不是玩不起？哎，被连续玩弄了2把后，我从此一蹶不振，再也不想碰对战了。相比之下，还是 PVE 性质的 RPG 地图更好玩。其实说实话，那个时候潜心研究对战的人还是占少数，更多的是像我这种被各种花里胡哨地图吸引的玩家。在这些图中呢，也不乏一些像3C 高肥大战、真3忍村以及 DOTA 这样火热的对抗类地图。这些图呢，我偶尔也会和同学一起玩玩。还记得有一阵流行巨魔与精灵这张对抗图，之所以有印象，是因为有几个同学总在研究这张图。也许是因为对抗图打的菜吧，所以我还是更喜欢像守卫雅典娜、守卫剑阁、小兵的故事、幻想曹操传这类的 PVE 图，还有很多说不完名字的经典地图。那时候和同学一起包夜，就喜欢下载各种新出的 RPG 地图，然后挨个去试哪个图好玩。现在想想，那段时间还真是令人怀念啊。时至今日，虽然已经有不少的魔兽 RPG 地图进化成了独立的游戏，但是魔兽 RPG 地图库依然像个取之不尽的宝库一样，总能在我打开时给我足够多的惊喜。前几天我心血来潮想回顾一下魔兽的 RPG， 于是我打开了魔兽官方对战平台。当打开平台的那一刻，我才发现出了好多我都不认识的图。随便下载一个图，发现地图大小竟然有好几百 MB。想当初我上学那会儿，一个图最多才几十 MB。好家伙，现在的图都这么大的容量了吗？当我打开其中一张图后，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回想当初的 RPG 地图，虽然玩法多样，
但大多数的 UI 和模型还都是魔兽的那一套，很容易就能认出来。我印象中上一次看到改图改得比较厉害的，应该还是梦三国吧，那也都是10来年前的事了。但这次玩的魔兽地图真的让我震惊了一把。就拿我最近在玩的这个十殿阎罗来说吧，虽然还是练功加防守的 RPG 图，但是相比起10年前的 RPG 地图，明显变得精致了许多。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地图容量为什么这么大了。想当初 W1 虽然允许玩家自定义建模，但是却有文件大小限制，这使得不少模型会显得比较抽象。而现在看来，这些 RPG 地图应该是突破了当初的文件大小限制，所以这才让游戏里的建模相当精致。而除了建模之外，过去的 RPG 几乎没有新手引导，很多时候图都是得自己一点点试。但现在的 RPG 图就不一样了，还是拿十殿阎罗这张图来举例，一开始进入游戏就会有一些新手教学，游戏社区里也会有老玩家发的攻略，并且现在的 RPG 图有很多便捷功能。首先是用快速传送代替了过去的胡乱跑图，节省了不少时间。然后是把所有的主线任务都整合到了一个 NPC 身上，只需要点击开始任务，就可以前往一个个独立的区域去完成主线任务了。而随着角色的逐渐成长，修炼功能在练功房里会逐渐解锁，减少了学习成本。基本上呢，玩上1、2局，慢慢就熟练了。另外让我感到震惊的还有游戏记录功能。曾经的 RPG 图经常是1局游戏打完了就完了，而现在的 RPG 图在每局游戏结束时，平台会记录你这一把的表现，并给你提升地图经验。这个地图经验有什么用呢？还是以十殿阎罗这张图举例，本来一开始你只能选咔咔这个角色来进行游戏，当你地图经验提升到3级之后，就可以以新角色樱花来进行游戏了。越高级的角色也拥有越强烈的特殊技能，像我这种懒人会经常忘记使用咔咔的技能，而导致发育速度很缓慢，但樱花的被动技能发育速度就要快很多了，刷就完事了。可以说地图等级的存在保证了地图的重复游玩性，不至于说让你打穿一遍就不想玩了。就我最近的体验看下来，现在的 RPG 地图都颇有一些肉鸽要素，每一把都会有些累积，越往后玩呢就会越顺畅，也能够支撑得越久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魔兽 RPG 进化的是不是有点太与时俱进了？因为除了上面说过的这些游戏系统外，现在的每张图竟然还有一套完全独立的氪金系统，从英雄、坐骑、翅膀、皮肤、宠物等等道具，商城是应有尽有，而且还有抽卡系统。谁能在10多年前想到 RPG 地图竟然还有氪金系统？这也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了。而且不只是十殿阎罗，我之后提到的各种类型的 RPG 都有类似于这种成熟的经济体制。可以说现在的 RPG 图每张图都近似于一款独立的游戏了。除了十殿阎罗这种防守修炼的地图，我还喜欢塔防类地图。就拿英灵传说这张塔防图来说好了，这张图把塔防和运营都结合得非常好。游戏中的塔是一个个的角色，重复的角色可以提升塔的星级或者是强度，然后这些角色又互相有羁绊系统，如果能激活羁绊，那么角色就会得到大幅度的增强。而不同的羁绊之间还会有象性，比如我经常玩的法系阵容，妲己的2个羁绊都是用来提升妲己本身强度的，然后大小乔的羁绊可以用来打控制，妲己的羁绊纣王又可以和姬发组成另一对羁绊，然后姬发再联动另一个法系大 C 姜子牙，这样的一整套有输出有控的阵容，就能把小怪堵在门口爆杀。另外，由于英灵传说采用了类似刷棋子的方式，角色是要用木头资源抽出来的，这种随机性使得每一把游戏你都得思考角色的羁绊构筑，从而提高了可玩性和乐趣。可以说刷棋子凑羁绊的过程就是游戏的主要玩点。随着通关次数的增加，每一把游戏都会得到一定的强化，比如说解锁这个可以更快的获取资源，又或者解锁这个可以让怪更多，刷更多的钱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我目前没解锁的功能，看得出游戏还是具有一定的重复游玩度的。有时间呢，肯定还得继续玩，毕竟我物理输出阵容还没正经凑出来过呢。再说一个同为塔防，但是又没法用塔防来简单概括的图——黑咒2。与其说这是个塔防，不如说这是一个带有 RPG 成长要素的自走棋。玩家一上来有勇者、魔法师和战士这3个初始职业，以3人为一队进行防守，而玩家要做的就是让这个3人小队不断的成长。当角色有了足够的战力时，角色可以进行转职，转职后的单位会拥有全新的固定技能，然后商店则会出售随机技能，不同的技能之间也有羁绊效果，凑够羁绊也会有特殊的效果。因为转职和技能的随机性比较强，所以说这张图的肉鸽要素也是很强的。每次重复玩黑咒2都会有不同的乐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图特别适合新手，初始难度不高，新手引导也做得比较好，画面风格也比较清新可爱，确实值得一玩。因为我是这几天才开始玩的，所以有很多图还没有体验到，但是就目前体验的几个图来看，我可以肯定，这次重新打开魔兽 RPG， 又让我找回了当初上学时打 RPG 的那种感觉了，也再次让我看到了这些地图作者的创造力有多么强大，这也是沃3社区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吧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